千金易得，知己难求。我们这一生中会有许多人与你擦肩而过，但真正能成为知心朋友的有多少呢？慢着，在我们陷入这感叹之前，我们先试着诚实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是谁的知己呢？或是有谁觉得我是他的知己呢？回答这个问题对你容易吗？若是容易，恭喜你，人生路上不孤单了。若回答这个问题让你感到困难或犹豫，是什么原因让你不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呢？今天让我们来谈谈倾听的力量，一个让你得人心的技巧。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文明说，这是个学习的频道，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。知己或知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国语词典中，知己的解释是相互了解而友谊深厚的人，而知心的解释是彼此契合，互知心意。这两个解释有一个共同点，相互了解。在我们渴望获得知己前，我们是否是个能成为别人知己的人呢？换句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你是否是个能了解对方的人呢？我们来试着回答一个有点简单又有点让人感到不舒服的问题：你听得懂别人的话吗？怎样验证你听得懂别人的话呢？很简单，下回当你和别人聊天时，请试着把你听到的对方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给对方，请对方确认下这是否是他表达的内容。若是你能100%的完整复述，恭喜你，今天这个视频你可以跳出去了，因为你已经是个很会倾听的人了。沟通是什么？沟通是个过程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是的，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废话，但是再深入思考一下，这个过程的内容包含什么呢？这个问题是否让你顿一下呢？沟通的过程发生在至少2个人之间，而这2人之间有一个物件在传递着，无论是单向传递或双向传递，而这个物件就是讯息。在这传递过程的两端，也就是参与沟通的2人扮演的至少一个角色，可能是讯息的发送者，或是讯息的接收者，或者是在这2个角色间切换者。这个被传递的讯息不是简单粗暴的从一方传到另一方，而是要经过处理才能传递出来。这个处理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讯息被编码和解码。编码是什么？而解码又是什么？我们在沟通时想传达的信息，起初是存在我们脑海里的一段想法，但这想法若是想让对方知道，你就必须将这想法包装成对方可以理解的样子，而这个包装就是编码。包装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，最基本的就是用说的，当然也可以用文字、图、表格呈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能把你的想法呈现出来的方式，都是编码的一种。当你将想法包装好并发送出去，你就成了沟通过程中的发送者了。而谁是沟通过程中的接收者呢？凡是收到你包装好的想法的对象，都会是沟通过程中的接收者。例如，一场2人对话中，你对话的对象，他就是你的想法的接收者。又或者是你在 Facebook 上贴的动态，读到你动态的对象，都会是你的想法的接收者。说到这边，就不得不提一件事，其实我们所使用的语言，在呈现我们的想法时，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。要验证这件事非常简单，只要你提起笔，开始写下你的想法，这时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，你所写出来的东西和你脑袋里想表达的东西是否容易匹配。这时你会发现，除非你是受过训练且经验丰富的写者，不然要在提笔当下就将想法写得通透，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若是使用非母语的语言来书写，难度更是往上升了一个层次。由于语言的局限性，我们想传达的想法，即使包装的再好或再精准，到了接收者那边也很难100%让对方吸收你的想法。这边的关键就是解码。到了解码这边，基本上发送者已没有责任了，解码的动作是接收者要努力的。就像我们收到快递的包裹，店家把商品寄出，他要努力的是把商品包装好，确保运送过程中不会损坏。而商品一旦顺利完整的抵达买家手中，接下来就是买家拆包裹的环节了。若是拆包裹的技术太差，导致商品毁损，这时责任算谁的头上呢？由于接收者拆包裹解码的技术高低不同，就会影响讯息传递的完整度。最差的就是完全读不懂，但更危险的是一知半解，也就是在没有完全理解讯息内容时，就先做出了判断，而这判断结果就可能导致讯息传递失真，甚至是牛头不对马嘴，最终就会导致发送者想表达 A 想法，但接收者却理解成了 B 想法。当然，以上的说明都是基于正常状态下，现实世界可是复杂多了。我们每天从各种渠道接收海量的讯息，有真的讯息，当然也有明显可以分辨的假讯息。
但更多的是未经仔细解码后就传出去的待确认的讯息，而最后的这部分更是造成现代人资讯疲劳的大元凶之一。你想想看，在一天的时间中，你要花多少精力去处理这些半真半假或甚至不真不假的讯息？不累才怪。倾听的力量。前面我们花了很大篇幅说明了沟通是什么，也发现即使发送者再怎么努力好好包装他的想法，但碍于接收者参差不齐的解码能力，发送者传达的讯息也可能被解读成千百种的版本。为了让接收者能尽可能正确理解发送者的原意，在解码的努力上，接收者必须多做些努力。但是我们要努力什么呢？解码前面提到是类似拆包裹的动作，换到沟通的过程中，就是要把对方的讯息拆解到自己能理解的地步。那要如何才能做到呢？倾听就是解码的关键。倾听不只是指在对话中听对方的说话，也包括在接收讯息时试图理解对方讯息的动作都涵盖在内。要如何确保自己能正确听懂对方的讯息呢？在这里要补充一个小知识，你知道成年人的专注时间平均是多少吗？答案可能会让你跌破眼镜。15分钟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成年人平均专注的时间长度只有15分钟，而这也是 TED 演讲设定时间是18分钟的原因。在如此短的专注时间限制下，试想一下，你若要倾听对方说话而不走神，若是途中不做些动作，你能撑得住吗？因此，倾听不是要一个人坐着闭上嘴巴，然后乖乖听对方一直说话。倾听的过程中，你有几个必须做的动作，如此才能帮助你有效的倾听。1. 打断并复述对方的说话内容。就像前面提到，成年人的平均专注时间只有15分钟，因此在倾听过程中，你必须掌握自己的专注时间长度。当你觉得差不多时，你必须勇敢且礼貌地打断对方，并请求对方让你复述他的说话内容。为什么要勇敢且礼貌地打断对方呢？当你学习了如何倾听，并且试着在现实生活中应用时，你就会发现，大部分人是没有接受过倾听或沟通训练的。因此，当你采取动作进行积极倾听时，对方有时会感到突兀。为了让倾听是有效的，你必须主导谈话节奏，在适当时间点打断对方并复述，这样才能有效的倾听。2. 提问并确认对方的说话内容。当你顺利完成第一个步骤后，你会发现，有时你并不能完全记住对方说话的内容，这时你就要尽你所能将记住的内容复述出来。接下来的动作就很关键了，你需要透过简单的提问来进行确认，例如，我刚刚复述的内容有没有地方是需要补充的？透过这样的问题，让对方把他想表达的想法更完整的呈现出来。提问的功能不只是让对方把想法更完整的表述出来，提问还可以引出对方没有意识到的更深层次的想法。你在倾听过程中可能也会产生一些问题，这时你就可以把这些问题试着提出来，请对方回答。例如，我刚刚在听你说话时想到某某问题，能否请你再说明一下呢？当你在倾听过程中试着完成这2个步骤，你会发现你的倾听收获会比以往多很多。更重要的，你倾听的对象会感到你是真的用心在听他说话，并且感受到你真的了解他了。当然，所有的技巧都不是一触可成的，你必须不断练习，直到能熟练地运用这个倾听技巧。前面有提到，倾听不只是用在谈话的场景里，凡是获取对方讯息的场景里都可以运用。这里就以阅读来做个说明。当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时，可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拿起来读，并且是从头到尾读完。若是我们使用倾听技巧在阅读中，会有什么不同呢？让我们来试一下。我们阅读到一个段落，试着中断它，脑海回顾一下刚刚阅读的内容，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是遗漏的。这时你再回头看一下刚刚读过的部分，把脑海中感到有遗漏的地方再读一次。透过这个动作，你脑海中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掌握了。另外，阅读的过程中，脑海里可能会闪现一些问题，不要放过它，把这些问题记下来，并在回顾的过程中试着从文章里面找到答案。你会发现，你不只是更完整的掌握文章内容，你还能更进一步的读出弦外之音，让你的阅读收获更进一步。当你试着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积极倾听的技巧，你会发现你的世界越来越清晰，你能正确读懂讯息的能力也会越来越提高。当你能更正确的理解讯息，你将能更客观、更理性的吸收讯息，而不是被讯息带着跑。除此之外，当你在与人沟通中也积极的使用倾听技巧，你收获的人际关系将会越来越深厚。与你谈过话的人会感受到你的不同以及你的用心，你将会收获到更深刻的人际关系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
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打开小铃铛。